在3星米其林的餐馆吃饭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呢？今天我就带着你和我一起用餐吧。大家好，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呢是雷扎咪新加坡一间米其林3星的餐馆。那我今天来到这里呢是为了庆祝我爸爸的生日，而这个体验呢非常的特别，所以我就决定把它记录下来给大家。雷扎咪是在2019年获得米其林3星的。餐厅的装修虽然简单，但氛围非常的好，在2楼也有包厢呢。除了提供高档的法国美食以外，他们也有丰富的葡萄酒选择。你看他们酒窖里的酒就知道了吧。我们刚进来，然后你看到这里有一个红色的袋子，他说不是红包，其实是给我们放口罩的。那你就把口罩放在里面，然后就可以吃饱了，等一下再拿出来。我们所在的这间房间叫 Chef Table， 就是我们在房间可以看到厨房，厨房里的厨师们也能看到我们。过了一会儿，服务员端进来了一些小吃，这时我们还没有点餐，他说这些是餐厅免费提供的 canapé。那左边的这道是 Parmesan Cheese Sablé， 配上番茄慕斯，服务员建议我们一口吃下去。番茄慕斯的口感香浓，有着淡淡的番茄味，配上松软的芝士饼干，在嘴里融合得非常好。在它旁边的呢是法国 Jura Region 的 Hard Cow Cheese 和 Air Dried Beef。这个奶酪呢 aged 了36个月，所以味道非常的香浓。那吃完我们的 canapé 后呢，服务员就把菜单递给我们点餐。这一面呢就是可以选择 2 course 或3 course。假如点 2 course 的话，就能从冷头盘和热头盘里选择一样，加上主菜和甜品。那假如选择3 course 的话，就可以从冷热头盘里各选一样。那我们点的是这个140元的2 course plus dessert。然后另一页就是他们295元的 Classic Menu。点完餐后，服务员就把一车的面包推进来，这些面包你想吃多少就吃多少。We have this rye raisin, the sweet one, mini croissant, and then we have also the buckwheat baguette, the healthier choice, and followed by the savory, that is bacon with homemade mustard. 我怕后面的主菜会因为太饱而吃不下，所以我就只选择了这2样面包，培根芥末口味的和 croissant， 还有配上他们自己制作的牛油哦。除了这些面包外，他们还给了我们一篮 sourdough bread。新鲜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最简单的烹饪方式。这个番茄只用 thyme、basil 和橄榄油在烤箱里烘烤，那下面放了一个 filo pastry。这个是法国的番茄，他建议我们一口把它吃掉，所以我来尝试一下。它有很多汁在里面，你咬下去它是很像爆浆这样子的。挑战一口吃下去，哇！我慢慢享受，真厉害，好像很浪费。我吃2口。下一样小吃是一道 amuse bouche， 也就是开胃菜的意思。那泡沫状的冷番茄汤配上黄瓜果冻，酸酸的，真的很开胃。这个又是送的，对我一来进去就是送这个送那个送那个，送到现在主菜还没上来。米其林3沙就是米其林3沙，真的第一次遇到。你们有没有发现3样菜都有番茄的元素呢？这是因为现在是番茄的季节，所以他们就选用了最新鲜的食材来制作这些小吃。可能你们自己来体验时，这些小吃和菜单上的东西都不一样了呢。吃了这样小吃后，终于到我们的头盘了。我们都自己选择自己心仪的头盘，所以这里可以看到3样不同的菜。我父母点的是一个冷头盘，被西葫芦片包裹着的是蓝龙虾泥，上面配上一块小的蓝龙虾肉和鱼子酱。他们也给了一片 sourdough bread， 可以把蓝龙虾泥涂抹在面包上面一起吃。如果你单单这样吃，它的酱有点咸，所以要配面包吃才好吃。我弟弟点的这一道是来自法国的扇贝，配上橘色的 crustacean sauce。他说扇贝入口即化，你看他笑到这样子，就知道这道菜很好吃了吧？下一道是我点的热头盘，下面有鹅肝 custard， 上面有 shallot sauce、蘑菇、面包丁和香菜。它好吃是好吃，但是我吃了一半，感觉就有一点点腻了，因为它是那个鹅肝，所以鹅肝其实吃很多会有一点腻的感觉，所以我现在吃了一半，
好像有点吃不下了。投盘后就到我们的主食啦。你要偷看呀？我选择了 oven roasted Chelan duck breast， 配上 natural duck jus、baby turnip 和 cherries。那个一点一点的是 droplets of balsamic。这个肉你看还有一点粉粉的，因为它没有煮到完全熟。这样的鸭肉吃起来非常的嫩。但如果你像我弟弟一样不喜欢吃不熟的食物呢，可以要求他们煮的熟一点。另外一道菜是 pan roasted turboiled fish， 上面铺了一层薄薄的 king oyster mushroom， 还有它的酱汁是 sauce marinade， 也就是 mussel based sauce with slices of carrot and zucchini。这个鱼和 mussel 都非常的新鲜。在上甜品之前，服务员给了我们一人一粒冰淇淋，有开心果 pistachio、榛子 hazelnut 和焦糖 caramel 口味的。那 pistachio 的味道很浓，非常顺滑。好，现在到我最期待的甜品啦！我点的这道甜品是属于这次夏季菜单的，甜品都装在这个 sugar spear 内。我在用餐时一直通过橱窗看到厨师在做这个 sugar spear， 所以非常的期待这道菜。里面有一些桃子果肉，也有柠檬马鞭草口味的冰淇淋，酸酸甜甜的内馅配上脆脆的外壳，是一道完美的甜品，非常清爽顺滑。下一道甜品叫做巴巴，我们来听听服务员的解释吧。So we have a sponge in this bowl, which traditionally is known as baba, and it's been soaked in a spice infusion of star anise, cinnamon, honey, a little bit of lemon for freshness. I'll prepare this for you. With a slit in the center. Open it up a little bit. As you can see, the texture, it's very soft, very moist inside. Now we have this dark martini cream, which I will just pour in a little bit in the center. Right, and I will finish your baba with a scoop of a very light creme fleurette, which is folded with hand pollinated Tahiti vanilla bean. 这个蛋糕的口感非常绵密，我很喜欢。这道甜品也包含了一杯小酒，服务员耐心地讲解3种不同的酒，让我们选择。而我妈妈选择的是最左边较浓的酒。这道甜品是一个开心果口味的 milfoil。Tacos biscuit as the base. We have pistachio cream and puff pastry in the middle. On top we have royal icing of pistachio. And I'm serving you a bulak cherries. So these cherries are slightly different from just now the cherries that you had. Okay. You enjoyed it with the duck. This one is cooked with a cherry liqueur. Thank you very much. 吃完甜品后，还有一些小吃，酸酸甜甜的 apricot tart 和 hazelnut milk chocolate。在我们走之前，他还送了我们一人一个 lemon basil cake， 这服务也太好了吧！好，那这就是我们在这3星米其林的体验，总共呢，我们一个人花费了140新币。那我个人是觉得呢，是非常的值得的，也建议你们可以来体验一下。那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次的视频呢，可以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个视频再见。